学长啊，你最近是不是跟新来的小子有点近啊？是咋了？别远点，我烦他。一天天无组织无纪律，独来独往的。他那么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怎么不在他们那个禁毒待着，跑到新人那搅和什么呀？汪哥，人韩队刚从禁毒转过来，而且这人做过卧底，肯定不像咱们这样同进同出的，可以理解。理解。你一个法医，跑我们禁毒这里做什么？你到底跟原作案有什么关系？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交易现场？说呀，你跑来这里做什么？不仅仅是我，这个局里，甚至是兰子走后遇见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我们肯定会去调查每一个有嫌疑的人，但是目前，你的嫌疑最大。尸检报告当中，兰子的胃里有没有糜烂性出现？他的胃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物？请继续你的推论。一个死于氰化钾中毒的人，你们却找不到凶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下的氰化钾，那这说明氰化钾早就在兰子体内了。你的意思是，没有凶手，邱兰子自己毒死自己？你们之所以会在那瓶水上验出我的指纹，那是因为那根本不是兰子该喝的水。朱队，朱队，齐主任怎么说？他认为氰化钾早就存在于邱兰子的体内。他怎么知道的？报告不是刚刚才送你去吗？你知道有一种办案的方式叫隔空办案吗？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但可以根据现场的状态以及尸体的状态还原真相。说是少数的法医可以做到这一点，齐死者就是其中一个。高原，去实验室查一下他用过的器具，跟邱兰子手边那瓶水做下比对。好，我也去。你特意调过来，是和以前的事有关吗？你跟踪江飞，又去夜店，还去医院找李一起，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过了。你没说实话。
韩风，你真的相信我会杀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实习法医吗？你心里清楚，不可能是我。我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查出真相。既然他已经开始协助查案，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我们调查出来的部分信息，适度的让他知道一些？这样的话呢，可以尽快找到凶手。好。高法医，哎，麻烦你帮我们检测一下齐主任的水和泡腾片，有结果告诉我们。好，好，谢谢。韩队长。不是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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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没有。凶手不是他，他两边的肩膀有不自然的高低，他紧张的时候，左手会出现不自觉的痉挛，这就是典型的先天性神经麻痹的迹象。而我们要找的凶手，必须要拥有可以移动江飞尸体的体型和力气。但是先天性神经麻痹的人，绝对不可能独自处理江飞的尸体。
我去问问。南风，什么事？我怀疑有人对江飞的尸检报告动了手脚。什么意思？你调转到这里来多久了？这和安县什么关系？凶手故意布局，想要诱导我们对死亡原因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同时，他也暴露了自己的特点。他对药理、解剖，还有公安局内部的办案流程都非常清楚，甚至还有机会接触到案件资料。符合这些特征，只有公安局内部的人。你的意思是，凶手是自己人？赵医生，毒理检测这一块，还是拜托您了。托齐主任的福，以后我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减少，也不用经常过来熬夜了。谢谢你，辛苦了。我先去整理毒品采样。齐主任，我先去准备存放尸体的冰柜，顺道填一下这个尸检报告。不用了，尸检报告我来填吧。你存放尸体。好。齐主任，我留下来拍照记录，尸体我一会儿送过去。死了，他在尸体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尸体有被动过的痕迹。你们的意思是说，江飞在死前用隐形墨水在自己身上写下了凶手的名字，但是被人擦掉了？没错，而且兰子拍到的黑光灯照片也被人删掉了。是伊娃。你的英文名是不是叫伊娃？伊娃这名字是江飞起的，他带我出去玩，逢人就介绍说我叫伊娃，他还让我穿那套洛丽塔的衣服，那衣服就是他买的，他给我很多钱和礼物，我没有理由杀他呀，他死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那天晚上你跟江飞在酒吧见面，你说他感冒了，吃了头孢。对。那盒头孢在哪？我带走了，现在应该在实验室的桌上。韩队，出队。跟江飞体内的药一样吗？
之前我们对江飞死因的判断是严重醉酒加双硫仑样反应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但是我们刚才对头孢进行了检测，发现里边并没有甲硫四氮唑基团。简单说，不是所有的头孢都会导致双硫仑样反应，必须要含有甲硫四氮唑基团才会诱发。所以张璐的药是没有问题的。对，我们是在江飞家找到另一盒头孢吗？对，江飞家打开的那盒头孢里是有甲硫四氮唑基团的。所以当时才会判定为急性心力衰竭。对，江飞是被冻死的，心力衰竭只是凶手想制造的意外死亡。如果张璐真的是凶手的话，他不会告诉我们江飞吃了那盒药，那会让意外死亡的推论不成立。继续查吧。好，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江飞跟张璐就坐在这儿。江飞的确在张璐面前吃了药，但具体吃的是什么，看不太清楚。方大，张璐手上那盒头孢就是实验室那盒，那他没有撒谎。江飞的体内也验出了双硫仑样的反应。如果这盒药没有问题的话，凶手一定是在某个时刻让他吃了另外一盒头孢。再放一遍。戚主任，我刚才看到了兰子生前做到一半的检验，好像在分离一种毒品的配方，是你当时在让他比对什么吗？原钻呢？原钻验了吗？原钻前几年被列为重大查缉项目，也在对比范围内，但结论是未检出。李一奇的血液样本在哪儿？李一奇？你是觉得李一奇的案子跟兰子还有江飞的这个案子有关？停，倒回去，再放一遍。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有人冒充张璐。不对，那江飞家的血迹怎么会是张璐的？齐法医，韩芳，高原呢？高原呢？高原，这位韩队，怎么了？江飞家的血液对比是你做的吗？不是啊，药检是你做的吗？江飞家带回来的所有的检测都不是我做的。是江飞家的血检报告有问题吗？对比结果出来了，是他。赵医生人在哪儿？现在？这是你女儿赵一娃的转院申请，麻烦您签个字。
喂，头发。行，我知道了。这样你们先送去做那个 DNA 检测。好，韩队，检验科说在猪肉铺捡到几根长头发，我怀疑是失踪那个小女孩的，已经让他们送去做 DNA 检测了。好。喂，有什么新线索啊？喂，韩队，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洞附近的村民，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这些蛛网还有蚕蛹以及那些人物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好。齐法医，剧组发过来的照片。韩芳，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中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这个叫做漏斗蛛。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我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蛛不是杀人。你有什么依据啊？朱队，你把视频打开，我来告诉你。你看这里。这2个针孔是平行的，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这里，这2个窗口，从口径来分析，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应该就是通过这2个创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气扎入猎物体内，分泌消化酶，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消化酶。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才会用保鲜膜裹尸体。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可以隔绝空气，起到防腐的作用。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这里。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造成静脉空栓。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凶手为什么这么做？人都已经杀了，为什么多此一举？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但是死者并未死亡，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懂这种事的，应该有医学背景吧？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蛛的毒素。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安顿，这有线索。在昨天晚上的8点17分，报警平台接到了北山猪肉铺的报案。附近民警赶到的时候，报案人黄浩，也就是猪肉铺的老板，已经死亡，凶手和疑似被绑架的女性消失。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也就是残检里的死者。死者腹部有明显刀伤，深达子宫，造成子宫严重破损，疑似有仇视女性的倾向。死者的腹部上面还有一道死后留下的伤口，长大约20公分。另外，从死亡时间上看，死者跟被绑之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这是我们在北山山洞里找到的这节绳索。根据鉴定科的同事报告，这节绳索上面的 DNA 并不属于我们在残间里面找到的那名死者。同时，你们看这节绳索的断面很新，在旁边的石头上我们也发现了这节绳索的纤维，所以极有可能是凶手将人囚禁在了山洞里，而受害者用石头磨掉了绳索，自己逃到了猪肉铺去求救。但是不幸的是，被凶手发现了，所以凶手就追到了猪肉铺，杀掉了猪肉铺的老板，同时带走了受害者。综合以上得到这些线索，这名被掳走的女性很有可能还在凶手手里。这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她叫叶莹莹，今年25岁，是一个营销公司的公关。在8月1号的时候，她的家属报告失踪。她已经失踪快1个月了。对。这段时间有接到过勒索电话吗？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其他分局的同事也去查过叶莹莹的住处，没有发现任何钱财被盗或者被绑架的痕迹。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调查这起失踪案，只不过是被我们先找到了尸体。跟他们打声招呼。这起案子现在由属地管辖，我们负责侦办。好，人为。喂，舒婷，你去哪儿了？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
怎么样？有什么线索？还没，有些东西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但是我相信，凶手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改变行为模式。只要我们的推论没有错，那谢耀奇就还有机会。经鉴定科鉴定，我们在廖云生家找到那双球鞋，鞋底纹路和上面的泥土，都符合我们在蝙蝠洞的发现。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他参与过牛结核病的实验，种种证据都指向他曾经到过案发现场。廖云生，现在就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受害者部分就是我们昨天在廖云生家找到那部手机的主人。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昨天见过的谢瑶琪的那个朋友李淑婷。我们在猪肉铺发现的头发，经过对比，确认就是谢瑶琪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初步怀疑是廖云生杀了叶莹莹之后，又绑架了谢瑶琪和李淑婷。我查李淑婷手机，目前没有太多有用信息，也可能是被凶手删除了。目前只知道他25岁，双亲都不在，也没有其他家人。但是他的地址登记是在他自己名下，已经是旧资料了。房东说他好几年前就已经搬走了。谢瑶琪家里情况怎么样？就像他父母说的，落了一层灰，应该很久没有人去过了。对了，齐法医，在廖云生家找到的那根注射器有什么线索？注射器里的残留物已经鉴定出来了，确认就是漏斗珠毒素，与叶莹莹体内的一样。如果按照你之前那个台历推断，凶手在模仿蜘蛛杀人，他在杀完叶莹莹之后3天抓的谢瑶琪，那为什么这次他会提早抓了李淑婷？小苏，你马上申请给各单位发布对廖云生的协查通知。小西，你去查监控。老万，你去廖云生家附近走访一下。不对，我们去查漏斗珠。漏斗珠，漏斗珠，漏斗珠。陈医生，臭小子送我这么贵的酒啊！看到这个酒啊，我想到咱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你跟李明那个时候一放学，就跑过来找我喝酒。哎，怎么样？身体最近还好吧？我没事儿，放心时刻。有什么事儿随时过来找我。我收费可是很贵的。我今天还真有事儿想要向你咨询。你说。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他们会幻想自己是某种动物，比如蜘蛛。你等一下啊。哎，这儿呢。你看这个，狼化妄想症，这属于是心理疾病的一种。病人在发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想象成狼，然后生活习惯呢也会跟狼一样。病人呢不仅仅会把自己想象成狼，还会想象成其他的动物，甚至是昆虫。所以你刚才说有人会把自己想象成蜘蛛，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师哥，那你知道这种症状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吗？心理疾病的成因呢，它比较复杂，它不像身体疾病那样可以准确的去找到一个病灶点。但是心理疾病的症状基本上是基于病人这个大脑神经活动异常所导致，然后诱因呢，往往是因为什么心理创伤、原生家庭、过度用药，甚至是毒品。你说人
有时候真的会分不清幻觉和真实。这些病人啊，他们在发病的时候，编造出欺骗大脑的谎言，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真实的感受。季主任，廖云生家大鹏找到的书籍资料都在这里了。蜘蛛交配时，雌蜘蛛有杀死雄蜘蛛的行为。漏斗蛛从交配到产卵，平均需要13天。